你敢想象吗？在平均深度不到30米、商船密如织网的新加坡海峡底下，竟然潜伏着一个能够连续1个月不露头、行走无声的深海巨兽。就在前几天，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响起了一阵足以让整个东南亚侧目的汽笛声。那艘在德国磨砺多年的卓越号潜艇终于穿越大半个地球，正式返航入列了。现场的海风很大，但舰队司令官汉聪准将和无数官兵的眼神比海风还要凌厉，因为他们知道这艘潜艇的归来意味着新加坡水下防御能力发生了一次代差级的飞跃。很多人可能会问，新加坡这么小一个岛国，为什么要花这种天文数字的钱去买德国最先进的潜艇？难道只是为了显摆吗？错，大错特错。这艘常胜级潜艇的归来，简直就像是给马六甲海峡装上了一双隐形的眼睛。它的静音水平高到什么程度？据说在它全速潜航时，周边的反潜雷达和声呐就像瞎了一样，完全抓不到它的踪迹。这种能够随时让敌方舰队瞬间瘫痪的威慑力，才是新加坡敢于自称东南亚海上霸主的真正底气。作为常胜级的第3位成员，卓越号的归来不仅是装备的更新，更是一种宣告。新加坡海军已经完成了从近岸巡逻到深海威慑的华丽转身，在繁忙的战略水道上，它就像一个冷静的猎手，时刻审视着每一丝不安分的波动。说起这艘常胜级的硬核实力，咱们就不得不提它那个被称为常规潜艇巅峰的 AIP 系统。一般的潜艇每隔几天就得像换气一样浮出水面，那是它最脆弱、最容易暴露的时刻。但咱们这位卓越号不同，它采用了最尖端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运行起来连个齿轮转动的声音都听不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可以在深海里连续潜伏长达42天，整整1个多月。它就像个耐力惊人的马拉松运动员，悄无声息地蹲守在关键位置。这种持久的憋气能力，在现代反潜战争中就是几何倍增的生存率。只要它不露头，对方的声呐阵列就成了摆设，只能在海面上盲目地打转。更让对手头疼的是，它那个标志性的 X 型尾舵。这可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专门为新加坡量身定制的。在像水底胡同一样拥挤且水深极浅的海域里，这种4舵独立控制的技术，通过复杂的计算机算法同步，让常胜级能像赛车一样玩出精准的避障和机动。一般的潜艇在浅水区转向笨重，容易剐蹭海底或惊动商船，但常胜级却能以极小的转弯半径灵活游走。不仅如此，它配备的8具鱼雷发射管威力巨大，甚至预留了发射巡航导弹和部署无人潜航器的超大口径接口。这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且谁也找不着的本事，配合全方位的打击手段，试问在东南亚还有谁能出其右？常胜级潜艇的设计简直是把人本关怀玩到了极致。由于高度数字化的战斗管理系统，原本需要60人操作的潜艇，现在仅需28名精英就能玩转，省下来的空间全给船员谋福利了。最绝的是，它所有的阀门、按钮、控制面板，全是根据亚洲人的平均体型和臂展重新校准定制的，再也不用像以前操作欧洲旧潜艇时，还得费劲的踮脚去够开关，或者在紧急时刻因为够不着而急出一头冷汗。在这里，每一个设计都顺手，每一秒反应都更快。在生活环境上，常胜级简直是水下豪宅，每位水兵都有自己的独立床铺，再也不用和别人共享汗臭味。潜艇内部还配备了娱乐系统，让官兵在枯燥的潜航中能看看电影、听听歌，缓解心理压力。最让人感叹的是，厨房里居然贴心地配了2台大容量电饭煲。因为新加坡人知道，吃得好，睡得香，能吃到热腾腾的米饭，才能在深海那紧绷的神经下保持100%的专注力。甚至为了让女兵能长期服役，艇上还专门开辟了女性卫浴和生活区，这极大地拓宽了人才库。这哪里是冷冰冰的战争机器，
这分明是守护海疆的移动堡垒，让船员在海底最深处也能感受到家的温度和科技的尊严。这艘神兵利器的诞生，背后是无数新加坡官兵在德国基尔基地长达数年的艰辛付出。大家可能不知道，潜艇指挥官的选拔过程简直可以用残酷来形容。新加坡参考了世界著名的培里社考核，那是一个淘汰率极高的课程，专门考验人在极端压力下的决策。在模拟实战中，只要你一个决策失误，教官就会直接递给你一瓶威士忌，这意味着你的潜艇指挥生涯到此为止，立刻下船回家。这些官兵在异国他乡，忍受着北欧刺骨的严寒，在精密复杂的机械间挥汗如雨。更难的是心理的坎，他们错过了孩子的出生，错过了父母的生日，唯一能支撑他们的，就是每周末那短短几分钟的视频通话。在德国长达18个月甚至更久的部署中，这种孤独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正如精锐号指挥官所言，潜艇兵最坚强的意志来源，其实是后方家庭的默默支持。2022年下水仪式时，许多家属飞越万里去现场打气，那种跨越国界的情感纽带，才铸就了这支精锐部队的灵魂。当卓越号靠岸的那一刻，他带回来的不仅是冷冰冰的钢铁，更是这群水下英雄用汗水和思念换来的国家安全。这种软件与硬件的结合，才是常胜级最核心的竞争力。为什么新加坡对这几艘潜艇这么看重？咱们来看一组惊人的数据。新加坡 90% 的粮食靠海运， 99% 的国际互联网数据全靠海底那几根脆弱的光缆，而贸易额更是占到了 GDP 的 300% 以上。可以说，新加坡的命脉全在水里。一旦马六甲海峡被封锁，或者海底光缆被破坏，这个繁华的金融中心可能在一夜之间瘫痪。而常胜级潜艇就是这份昂贵生命保险的保单。它不仅能进行传统的反潜和反舰作战，更是一个全天候的水下监视平台。它像一个海底保镖，时刻巡视着那些看不见的通信电缆和战略水道。在东南亚各国纷纷购买潜艇，水下竞赛日益激烈的今天，越南有基罗级，印尼有许鱼级，但新加坡的策略是不求数量最多，但求单体战力最强。常胜级的存在，就是为了在发生冲突时，通过海上拒绝策略，确保敌对势力无法靠近。即使不发一弹，只要它潜伏在水下，就是一种巨大的战略压力。这种以智取胜的策略，确保了任何想动新加坡歪脑筋的人，都得先掂量掂量，自己能不能抗住这柄无声尖刀的致命打击。随着卓越号的归来，新加坡与德国的合作也进入了更深的层次。2026年3月，双方签署了重量级的备忘录，要在新加坡本地建立联合维修中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新加坡不仅学会了怎么用潜艇，还要掌握怎么修潜艇，怎么升级潜艇。未来，常胜级不仅是新加坡的盾牌，更会成为带动本地精密制造和防务技术的引擎。通过这种全寿命周期的深度绑定，新加坡在战略自主权上又迈出了一大步。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常胜级还将整合进 SAF 2040愿景中。它将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扮演母舰的角色，指挥周边的无人船、无人机，甚至是水下机器人，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数字防御网络。这艘潜艇的返航绝不是一个项目的结束，而是新加坡海军全面走向现代化的新起点。它像一道无形且坚固的长城，隐匿在碧波之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繁荣与安宁。那么，面对东南亚日益复杂的海上局势，你觉得这种单价昂贵的精品潜艇路线，真的能保住新加坡这个海上枢纽的万无一失吗？如果你是邻国的指挥官，面对这样一艘无声幽灵，你会感到焦虑吗？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欢迎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